不接受中国投资，菲律宾恐出现重大转向。大国博弈之下要充当炮灰，不意外，但马克思会睡不着觉。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近期呢，这个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批准了194个高影响力的基础设施项目。按照媒体报道出来的意思啊，这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政府的建设更多、更好的计划。另外相关媒体也指出呢，马克思政府批准新项目总共包含了123项，比如说数字连接、供水、电力、能源以及农业等等，总价值是9万亿比索，约为1630亿美元。这是我们朝着提高竞争力的目标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将推动菲律宾成为这个地区的主要投资目的地。这是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署负责人巴里卡桑表示的。他说呢，这些基础设施项目是为了给当地产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希望能因此改善所有菲律宾人的整体生活质量，赋予每个公民过上好的生活。据悉呢，其中有45个项目将会通过公私合作的方式，由私营部门提供资金支持。站在菲律宾的角度上，建设新项目这是件好事，但与前任杜特尔特政府不同的是，传言马克思政府更愿意利用私人资本为基础项目建设筹集资金，而不是继续依靠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有声音指出呢，在马克思政府宣布启动100多项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该国也明确表示不接受中国的投资和融资。虽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如果是真的，那么马克思政府此举等于是抛弃了杜特尔特执政时期以及吸引中方投资为主开展菲律宾国内基础建设的这样一个政策。值得一提的是，杜特尔特执政时期呢，强调的是与中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有效对接，通过吸引中方投资，加强与中方的合作，来推动菲律宾国内的经济发展。而如今马克思政府拒绝向中国投资打开大门，除了让外界有些意外，倒也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儿。毕竟近来马克思政府所作所为呢，是有迹可循的。过去一段时间，菲律宾与美国之间的互动是频频增加。先是同意让美军入驻菲律宾本土4个新的军事基地，紧接着与美国宣布在南海展开了联合巡逻活动。后来又有消息说呢，菲律宾还在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加入联合的巡航当中尽管这其中呢就不缺乏美国的怂恿和忽悠，但菲律宾的态度还是关键说明菲律宾并不坚定。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自愿想要与美国拉近关系的，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南海问题上占到上风。而基于此，马克思上台后第一时间，虽然嘴上说着希望继续加强对华关系与合作，并表态紧跟杜特尔特的对华友好态度，而行动上呢却是另一副模样。不可否认，对于菲律宾而言呢，中国确实很重要，是助力它经济发展的最强劲的合作伙伴。但即便是这样，也难保菲律宾不会被冲昏头脑。总的来说吧，在分析看来，在菲律宾与美国接连互动的背景下，马克思政府摆出强硬的样子，拒绝中国投资的可能性非常大。对于非中关系或者非美关系，或许菲律宾还是没有清醒的认识。只是这样一来，菲律宾很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乌克兰。比如说，美国军舰闯入南海与中国对峙，实际上损害的是菲律宾的利益。当紧张局势升级，睡不着觉的其实应该是马克思政府才对。当然，如果变成第二个乌克兰，那也是自作自受。菲律宾人如果要怪，就怪马克思，因为是总统甘愿充当大国博弈下最前线的炮灰的。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